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Peter Bernstein 的资本理念。Peter Bernstein 是美国金融史作者，也长期关注风险、资产配置和投资管理。他写《资本理念》，不是为了把现代金融理论讲成一套公式教材，而是想说明一批最初写在论文里的想法，为什么后来会改变华尔街的工作方式。普通人提到华尔街，容易想到交易大厅、行情屏幕、基金经理和买卖故事。但这本书把镜头放到这些画面背后， Markowitz 如何重新定义组合风险， Sharpe 如何把收益放进市场风险里衡量， Furman 如何提高主动判断的证据门槛， Black、Scholes 和 Merton 又如何让期权定价变成可以计算的问题。这些名字听起来像学术史，但他们后来影响的是华尔街每天处理风险、评价基金、设计产品和配置资产的方式。现代金融的很多核心概念，一开始并不是从交易员的直觉里长出来的，而是从概率、统计、经济学和数学里长出来的。进入市场以后，他们最先改变的不是某个交易技巧，而是投资行业提出问题的方式。传统投资更容易问，这只股票好不好？这家公司有没有前途？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聪明？但现代金融理论把问题换了一种问法：一项资产放进组合以后，风险会怎样变化？更高收益到底来自能力，还是来自承担了更多市场风险？价格里已经反映了多少信息？一个复杂金融工具能不能分解成更基础的风险部件？把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看，现代金融理论就不再只是公式和论文，而是一套重新组织投资决策的语言。组合管理、风险调整收益、基准比较、衍生品定价、资产配置和机构投资流程，背后都有这套语言的影子。当然，模型不是现实本身，它能让人更清楚地讨论市场，却不能替人消灭不确定性。真正重要的不是迷信公式，也不是拒绝理论，而是知道这些理论到底改变了什么，又没有解决什么。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从现代金融最关键的一次转向开始，风险究竟应该怎样被理解？要理解现代金融为什么会改变华尔街，第一步不是从复杂公式开始，而是从一个看似朴素的问题开始：风险到底是什么？在传统投资里，风险很容易被理解成某只股票本身有多危险。一家公司经营不稳定，股价波动大，行业前景不确定，投资者就会说它风险高。反过来，一家公司利润稳定，业务成熟，价格波动小，就容易被看成风险低。这种理解并不完全错，但它只看到了单个资产。Harry Markowitz 的关键推进是把风险放到整个组合里看。1952年 Markowitz 在金融学杂志 Journal of Finance 发表论文 Portfolio Selection。 这篇论文后来被看作现代组合理论的重要起点。它改变的不是投资者是否应该分散投资这个常识，而是让分散第一次有了更严格的分析方式。Markowitz 关心的不是单独一只股票看起来好不好，而是它放进一个组合以后会怎样改变整个组合的风险。这里的关键不只是每只股票自己的波动，而是它们之间是不是一起涨、一起跌，还是在不同时间表现不同。原因在于，一个资产单独看可能波动很大，但如果它和组合里其他资产的走势不完全同步，它反而可能降低整个组合的风险。相反，一堆看起来都不错的资产，如果背后暴露在同一种经济因素上，一旦环境变化，它们可能一起下跌。传统选股更像是在问哪只股票更好。Markowitz 把问题推进了一步，这只股票和已有资产放在一起以后，整个组合会变成什么样？这种转向让投资者不再只盯着资产本身，而是开始看资产之间的关系。风险也不再只是一个孤立的标签，而变成组合结构里的结果。从这里开始，
投资不再只是挑选几个看起来最好的证券，而是要判断不同资产放在一起能不能在不牺牲太多收益的情况下降低整体波动。到这里，问题已经从买的够不够多转向了资产之间是否真的不同。分散投资真正有效的地方也就藏在这种差异里。很多人听到分散投资会立刻想到多买几只，如果一只股票风险太高，那就买10只，如果10只还不放心，那就买几十只。表面看，持仓越多，风险应该越低。Markowitz 的框架把分散投资从数量问题推进到关系问题。关键不只是组合里有多少资产，而是这些资产之间的相关性。相关性，简单说，就是不同资产是不是倾向于一起变化。如果2只股票总是在同一类消息下同时上涨、同时下跌，它们放在一起，看起来数量变多了，但真正分散的效果有限。因为危险来临时，它们可能一起出问题。反过来，如果2项资产受到不同因素影响，一项表现差的时候，另一项未必同时表现差，它们放在一起，组合波动就可能下降。这里的重点不是某个资产单独更安全，而是它能不能在组合里提供不同的运动方向。这让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句老话变得更精确。问题不只是篮子数量，而是这些篮子会不会同时掉下去。如果所有篮子都放在同一辆车上，篮子再多也不是真正的分散。有了相关性这个视角，资产配置就不再只是凭经验凑几类资产，而是开始关注股票、债券、现金、行业、地区和不同策略之间的共同运动。投资者要看的不只是每个资产自己的预期收益，还要看它和其他资产组合后会怎样改变整体风险。这也会改写一些直觉。高波动资产不一定永远该排除，低波动资产也不一定天然安全。关键在于它们进入组合以后，能不能改善整体风险收益结构。当然，相关性不是永远稳定的。平时看起来分散的资产，在极端市场里也可能一起下跌。但在现代组合理论里，相关性至少让投资者多了一种更清楚的语言，风险不只是来自资产本身，也来自资产之间的连接方式。理解这一点以后，分散投资就不再只是多买一点，它开始变成一张风险和收益的地图。在不同风险水平下，哪些组合更值得考虑？当风险被放到组合层面，投资选择就不再只是买哪只股票，更具体的问题变成了，在我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下，哪些组合更有效？有效前沿就是这个问题的图像化表达，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风险和收益的地图。横轴是风险，纵轴是预期收益。每一个可能的资产组合都可以被放到这张图上。有些组合风险很高，预期收益却不高；有些组合在同样风险下，预期收益更好；也有些组合在同样收益下，风险更低。有效前沿关注的就是那些更值得考虑的组合，在相同风险下，没有别的组合能提供更高预期收益，或者在相同预期收益下，没有别的组合能提供更低风险。换句话说，他把投资选择从一堆杂乱的可能性整理成一条边界。这条边界的作用是让投资者换一种方式看组合。过去，一个投资组合可能会被评价为这几只股票都不错，但在有效前沿的语言里，这还不够。你必须问，这个组合承担了多少风险？在这个风险水平上，它是不是已经接近最好的选择？如果想要更高收益，需要多承担多少波动？如果想降低波动，要放弃多少预期收益？这让投资开始变得更像一种取舍，而不是一种单纯追逐。投资者不再只是寻找最好的资产，而是在不同组合之间比较风险和收益的交换关系。有效前沿不只是多了一种组合工具，它没有告诉投资者哪只股票一定会上涨，
而是先让投资者承认，收益不是孤立存在的，收益背后总有风险，风险也不是模糊感觉，而可以放进组合结构里分析。这意味着，收益已经不能再离开风险单独讨论。一个组合看起来赚得多还不够，更关键的是，他为了这些收益承担了什么风险。前面解决了一个基础问题，风险不能只看单个资产，而要看整个组合如何一起波动。这个问题一旦被打开，后面的问题就会自然出现。如果风险可以被更清楚地描述，那么收益也不能再孤立地看。传统投资评价里，一个经理赚了 20%， 听起来当然比赚 10% 更好。但现代金融理论会追问，这 20% 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他真的有更好的判断，还是因为他承担了更多市场风险？如果市场本身涨了很多，他只是跟着市场涨，那这份成绩该怎么评价？ William Sharpe 推动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这个模型通常被简称为 CEAPM。 它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一个投资者都关心风险和收益的市场里，一项资产的预期回报应该怎样和它承担的风险联系起来？这里最关键的不是公式本身，而是它把风险分成了不同层次。有些风险可以通过分散投资降低，比如单家公司管理层出问题，某个工厂停产，某个行业短期受挫。但还有一类风险很难靠分散消掉，因为它来自整个市场，比如经济衰退、利率变化、流动性紧张，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 CEPM 关注的就是这种无法轻易分散掉的市场风险。它告诉投资者，如果一个资产对整体市场波动更敏感，那么投资者通常会要求更高的预期回报。反过来，如果一个资产和市场整体关系不大，或者波动敏感度更低，它要求的风险补偿也应该不同。从这个角度看，收益不再只是赚了多少，而是变成为了赚这些钱，你承担了哪一种风险。一个看起来高收益的组合，如果只是放大了市场暴露，那么它的成绩就没有表面那么神奇。这一区分改变了基金评价的基础，市场本身给你的回报和经理人真正创造出来的额外回报不能混在一起看，前者来自承担市场风险，后者才更接近投资能力。这种区分并不完美， CEPM 本身后来也受到很多挑战，但它留下了一条很重要的投资语言：任何收益都不能脱离风险来评价。只看回报率，就像只看一辆车跑得多快，却不问它是在平路上跑还是在悬崖边加速。有了这套语言以后，基金经理的成绩单也会被重新审视，因为投资者开始追问，你赚到的钱到底有多少只是市场给的，有多少才是你真正创造的。当收益必须和市场风险放在一起看，贝塔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概念。贝塔可以简单理解为一项资产或一个组合对市场整体波动的敏感度。贝塔大于1，通常意味着它比市场更敏感，市场上涨时可能涨得更多，市场下跌时也可能跌得更重。贝塔小于1，通常意味着它对市场波动反应更温和。贝塔最直接的用途是让基金经理的成绩单开始被重新计算。过去，一个基金如果涨得比别人多，听起来就像经理更有能力。但如果这个基金本来就持有更高贝塔的股票，或者整体上放大了市场暴露，那么它在牛市里跑得更快，并不一定说明经理选股更好。他可能只是坐在了一辆更快也更颠簸的车上。反过来，一个组合表面收益没那么高，也不能立刻说它差。如果它承担的市场风险更低，在风险调整以后，它的表现可能并不弱。这就是基准和风险调整收益开始变得重要的原因。投资者不再满足于听基金经理说我赚了多少，他们会问，你和哪个市场基准比？你的贝塔是多少？如果把市场风险扣掉，你还剩下多少真正的超额表现？这些超额表现能不能持续，
还是只是某一阶段的运气？这种评价方式改变了机构投资管理。养老金、捐赠基金、保险公司和大型资产管理机构不可能只凭故事分配资金，他们需要可比较的标准，需要知道一个经理赚到的钱到底来自市场、风格、行业暴露，还是来自真正的判断。当然，贝塔也不是万能解释，市场风险不是唯一风险，现实中的资产回报也不可能被一个数字完全说明。后来很多研究继续扩展这套框架，加入规模、价值、动量、质量等不同因素，但贝塔至少留下了一个清晰提醒：投资者不能轻易把高收益等同于高能力。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提醒同样有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策略过去收益很好，会本能地觉得它更聪明。但现代金融理论提醒我们，先别急着崇拜结果，要先问他承担了什么风险，跟什么基准相比，在什么市场环境下取得。当基金经理的成绩单开始接受这种审视，主动投资就不只是在和同行比赛，也是在和市场价格本身比赛。因为如果价格已经吸收了大量信息，所谓更聪明的判断就需要拿出更强的证据。如果说 CEPM 和贝塔改变了怎样评价收益，那么市场效率理论改变的是投资者对聪明判断的期待。Eugene Fama 在1970年的综述论文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 中，系统整理了市场效率相关的理论和证据。他讨论的核心问题很直接：市场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已经可获得的信息？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来，主动投资的难度就被重新定义了。很多人以为投资机会来自我发现了一个好故事，比如某家公司业务优秀，行业空间大，管理层可靠，未来增长值得期待。但市场效率理论会继续追问，这些信息别人是不是也知道？如果大家都知道，价格是不是已经把它反映进去了？如果价格已经反映，买入它还能不能获得超额回报？这并不是说市场永远正确，也不是说价格不会出错。市场效率理论更重要的作用是提高主动判断的证据门槛。你不能只说一家公司很好，还要说明为什么市场低估了它；不能只说一个行业有前景，还要说明这个前景为什么没有被价格消化；不能只说自己有洞察，还要证明这个洞察扣除成本以后仍然有价值。这让投资从我相信什么变成我凭什么相信自己比价格知道的更多。这句追问不舒服，但很有必要。因为市场价格不是一个人的判断，而是无数投资者、分析师、机构、交易员和信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价格可能错，但要战胜它，并不是战胜一个粗心的对手，而是在和一套不断吸收信息的系统竞争。这也是市场效率理论会影响指数化、基金评价和主动管理行业的原因。它不是简单说不要主动投资，而是提醒投资者，主动投资要成立，必须同时满足几个条件。你要找到市场尚未充分反映的信息，你要判断正确，你要在成本、税收和情绪波动之后仍然保留收益，你还要长期重复这件事。当然，市场并不总是有效，价格也会受到情绪、流动性、制度和行为偏差影响。但即便如此，市场效率理论仍然留下了一个无法绕开的标准：任何主动判断都要面对价格已经包含大量信息这个事实。风险、收益和能力被重新审视之后，模型开始靠近交易本身。如果风险可以描述，能不能进一步被分解、定价，甚至变成可以交易的对象？现代金融理论已经把投资评价推进了2步，先问组合承担了什么风险，再问收益是不是来自真正能力。当风险和价格都能被模型描述，华尔街很快会出现新的问题：能不能把风险进一步分解，并给它一个更精确的价格？期权定价就是这个转折中的关键环节。期权听起来复杂，
但最基本的含义并不难理解。一个看涨期权给持有人在未来某个时间按约定价格买入一项资产的权利，它不是股票本身，却和股票价格密切相关。股票涨得越多，这个权利越有价值；股票跌下去，这个权利可能变得没有意义。难点在于，这个权利今天应该值多少钱？在很长时间里，期权定价更像经验和讨价还价。交易员会看标的资产价格、波动程度、到期时间、市场情绪，再凭经验给出价格。但 Fisher-Black、Myron Scholes 和 Robert Merton 推动的期权定价理论把这个问题改写了。1973年 ，Black 和 Scholes 发表 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同一年 ，Merton 也发表了相关的重要论文。他们共同奠定了后来被称为 Black-Scholes-Merton 模型的基础。这套模型的意义不只是给出一个著名公式，而是告诉市场，期权价格可以由几个关键因素解释，比如标的资产价格、执行价格、到期时间、利率和波动率。更重要的是，期权的风险可以通过标的资产和无风险资产构成的组合来复制和对冲。一旦某个金融工具的风险可以被复制，它的价格就不再完全依赖交易员的感觉。市场可以问，如果我用股票和现金复制出同样的风险结果，那么这个期权合理价格应该是多少？这让金融世界第一次大规模感受到，风险不只是要忍受的东西，也可以被分解、重新组合和动态管理。当然，公式背后的假设很多，现实交易也远比黑板上的推导复杂。但期权定价理论打开了一扇门，金融工具可以不只是买入或卖出，还可以被分成风险部件来理解。风险一旦可以被分解和复制，就很难只留在论文里。它会进入交易所、交易员、做市商和机构投资流程，成为市场运行的一部分。1973年还有一个重要背景，芝加哥期权交易所 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 开始交易标准化上市期权。模型和市场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相互遇见。这件事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个交易品种。标准化期权市场需要更清楚的价格、更统一的合约、更稳定的做事和更可执行的风险管理方法。期权定价模型正好给了市场一套可操作的语言。过去，交易员可以凭经验判断一个期权贵不贵。现在，他可以拿出定价表，输入标的价格、到期时间、执行价格、利率和波动率，估算一个理论价格。做市商可以根据模型报价，机构可以用模型对冲，风险管理部门可以用模型观察敞口。从这一刻开始，现代金融理论不再只是解释市场，而开始参与市场。这也是金融工程兴起的关键背景。金融工程不是简单把金融变得更复杂，而是试图把金融风险拆成更小的单元，再重新组合成不同产品。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汇率风险、波动率风险都可以被分解、转移、定价和交易。这种变化很快进入现实业务。对企业来说，衍生品可以帮助管理利率和汇率波动；对投资机构来说，它可以帮助调整风险暴露；对交易员来说，它创造了新的套利和做事机会；对市场来说，它让风险从原来隐藏在资产背后，变成可以单独观察和交易的东西。但这里也埋下一个问题：模型一旦进入市场，就不只是一个解释工具，而会影响交易行为。很多人用同一类模型看风险、报价格、做对冲，市场本身就会被模型改变。更重要的是，模型必须把现实简化。它需要假设市场连续、流动性足够、交易成本有限、波动率可以被估计、价格变化服从某种结构。只要现实大体接近这些假设，模型就能发挥作用。一旦现实偏离，模型给人的精确感就可能变成危险。这不是说模型没有价值，恰恰相反，
模型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真的有价值。它能让复杂市场变得可计算、可比较、可执行，也因此更容易让人误以为，只要模型显示风险可控，风险就真的被控制住了。这里出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反转：模型越成功，市场越依赖模型；市场越依赖模型，投资者越需要追问，现实偏离假设时，那些看起来可控的风险会怎样重新浮出水面。现代金融理论容易被误解，正是因为它看起来太精确。风险可以被量化，收益可以被调整，期权可以被定价，组合可以被优化，市场效率可以被检验。很多复杂问题似乎都能被放进模型里。这种精确感很诱人，因为它让金融世界看起来更可控。过去交易员说我觉得这个价格差不多，现在模型可以给出一个数字。过去投资者说这个组合比较稳，现在可以计算波动率、相关性、贝塔和风险暴露。但模型的价值正来自它对现实的简化。它会把最重要的变量挑出来，暂时放下其他复杂因素。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市场就无法分析。但也正因为如此，模型永远不等于现实。现实市场里，相关性会变化，流动性会消失，交易成本会上升，投资者会恐慌，制度会调整，价格会跳跃，很多平时看起来独立的风险会在压力下突然连在一起。模型可以提醒人这些风险的存在，却不能保证风险按它设定的方式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成熟的金融理解不能停在模型有用或者模型没用这两个极端。拒绝模型会让投资重新退回模糊经验，迷信模型又会让人把假设当成现实。更好的态度是把模型当成一种提问方式，它帮助投资者问：我的组合暴露在哪些风险上？收益来自哪里？价格里反映了哪些信息？如果波动率上升，相关性改变，流动性下降，结果会怎样？哪些风险是模型能描述的？哪些风险只是被暂时放在模型外面？这样看，现代金融理论对华尔街的影响，不是让人获得预言能力，而是让市场有了一套讨论风险和收益的共同语言。它让投资者不再只听故事，不再只看绝对收益，也不再只凭感觉说一个价格贵不贵。但共同语言不等于最终答案。每一种模型都来自某些假设，每一种假设都可能遇到不适用的环境。模型越被广泛使用，投资者越要记得问：如果大家都按这个模型行动，市场会不会因此变得更脆弱？更准确地说，危险不在于使用模型，而在于忘记模型有边界。现代金融理论更成熟的用法，不是把现实塞进公式里，而是在公式照亮一部分现实之后，继续追问那些没有被照亮的地方。回看这一路，组合理论重新定义风险，风险定价重新评价收益，市场效率提高主动判断的门槛，期权定价和金融工程把风险推向可分解、可交易的层面。他们共同改变了华尔街的语言，也留下了一个必须反复提醒自己的事实：市场永远比模型更大。《资本理念》这本书讲的不是一套教人预测市场的公式，而是一段现代金融思想进入华尔街的历史。它让我们看到，投资行业的重要变化，有时并不是来自某个交易天才，也不是来自某个短期赚钱故事，而是来自问题本身的改变。过去，人们更容易问哪只股票最好，哪个基金经理最聪明，哪个价格会涨得最快。现代金融理论把这些问题往后推了一层：风险是什么？收益来自哪里？价格反映了多少信息？模型能解释什么？又把什么留在了模型外面？这套语言改变了华尔街。组合理论让投资者不再孤立地看单只资产，而是看资产之间如何一起波动。风险定价让收益必须接受风险的检验。市场效率理论提高了主动判断的证据门槛，期权定价和金融工程
让风险可以被分解、复制和交易。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金融世界从此变得可预测。模型可以让市场更清楚，却不能让市场变简单；公式可以帮助人理解风险，却不能让风险消失；价格可以反映大量信息，却不代表价格永远正确。对投资者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记住某个公式，也不是崇拜某个模型，而是形成一种更成熟的投资姿态，既使用理论，也怀疑理论；既重视数字，也记得数字背后的假设；既看收益，也追问收益背后的风险。当你下一次看到一个投资策略、一只基金、一个衍生品，或者一套看起来很精确的模型时，也许可以先多问几句：它承担了什么风险？它和市场整体有什么关系？它的超额收益来自哪里？它依赖哪些假设？如果环境变了，这些假设还站得住吗？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创富的奇迹，只希望通过分享全球经典好书，用逻辑武装你的财富大脑，陪你在投资的路上慢慢变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还请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相信你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是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会让更多人在金融世界的复杂叙事里看清真正重要的东西。也相信你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更稳健的回报。感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